这个今天的人物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然后我会尽量的把技法做的简单一些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，不要一下子就是跨度太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的话，我要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小女孩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地方：眼睛部分，还有嘴巴部分，还有她的一个头发部分。那需要先单独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讲解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去看它整体的一个构图。先来看这个它的眼睛部分啊，眼睛部分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画一个小括号，好，一个这样子的小括号。好，在它这边再来画一个小括号啊，两个小括号偏平缓一些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它的下方画一个短一点的比它再短一点的微微的小括号啊，下方的位置。画一个微微的小括号，然后在这个下眼睑小括号的这里，好 ，C 弧左右一个 C 弧，画成它的小眼睛，画出它的小眼珠子。OK， 画的比较满啊，整个眼眶这里面基本上都占满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加上双眼皮，双眼皮的话就在上方这个小 C 弧，上眼睑上方。对，再加一个小 C 弧，好，上方加一个小 C 弧，那它的双眼皮也就出来了。眉毛也是一样的啊，眉毛也是在它的上方画一个小括号，好，小括号。但是呢，这个小括号我们把中间就是对准它眼球的位置，眼球这个边缘对上去，好，这个位置给它加粗，加粗。往尖尖上，往眉尾拉个尖儿，然后往前眼头轻轻过渡过去。好，这样子把它的眉毛加粗。那这条水平线就是它的后眼珠眼尾的位置。好，这里加粗，往眼尾过渡过去，往前轻轻。如果说你不想画的这么麻烦，你就画两个小 C 弧也行啊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人物的一个小眼睛，就是非常的可爱，就是像个小豆子一样。我们画的时候尽量记住啊，画的时候你不要上眼睑和下眼睑挨得太近，成了一个闭口啊，不行，一定是上眼睑和下眼睑呢，这里前后镂空，下眼睑是一个反向 C 弧啊，比它短一点点，这个才是 OK 的。然后呢，再注意一下，我们在画眼珠子的时候，你不要把那个眼珠子画来就是太小，上部挨上眼皮，下部挨下眼睑，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有一点点惊恐。我们在画的时候啊，连接着它的上眼睑和下眼睑，轻轻的画一个 C 弧，对，好，画一个 C 弧，可以稍微满一点点，可以稍微满一点点。挨着它的这个下眼睑位置都没有关系啊，这样子感觉它的眼珠就会稍微的大一些，那这种就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在画双眼皮的时候，记住你不要给它画的太宽了啊，双眼皮画太宽不行，就是轻轻的挨着它留个多少毫米，0.2毫米的样子。OK， 好，这就是它的一个眼睛部分。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嘴巴部分。嘴巴部分的话，我们去画来稍微的微微有点张扬啊，就是有点微笑的那种感觉。既然是微笑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画一个 M。WM 像一个猫咪嘴巴一样 M 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在下方的位置画一个小 C 弧，就嘴巴有点微微张开，然后在下方的位置差不多1厘米的位置，那再画一个下嘴唇，好，这就是它的嘴巴的一个画法，我们再小一点点，把线条再自然流畅一点点。好，感觉它是微笑的一种状态。鼻子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在嘴巴上方画一个小小的小 C 弧，就表现它的鼻子一个小豆子。现在我们来画它的头发部分，它的头发是一个
麻花辫儿。在画这个头发的麻花辫儿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小方法去快速的画成啊。你先这样打斜线，这样画出斜线，保持一定的间隔。这个间隔的话，越往下越窄啊，越往下越窄，线条越短，上宽下窄。然后这个间距也是上面宽，然后越往下面越窄，线条越往下面越短。好，打完这样子的一个斜线啊，斜线之后，在旁边给它画出 C 弧。旁边的线条画出 C 弧，不要连得太过于紧密了。C 弧你不要连得太过于紧密了啊，这个地方留一点小松口。好，然后画完这样子的麻花辫儿，给它中间给它走几个 S 型，好，长有短的 S 型。好，左边 C 弧等等，接在这儿一个小皮边儿、小皮筋儿啊，旁边下方收尾的地方画 C 弧啊，画个尖儿出来，头发的尖尖儿 ，OK， 那它的小麻花辫儿我们就画出来了。这种就是头发有一种绑起来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现在的话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眼睛部分画好之后，嘴巴部分画好之后，我们去看一下上色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上个蓝悠悠的小眼珠，青春又可爱。好，眼珠子给它上去，你还可以在周围，不用这个红，用这个粉吧。用这个肉粉色，周围给它加一点小眼影，就画到双眼皮上面一点点。眼睛下方、下眼睑下方给它打一点小腮红。那看起来就很可爱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它的嘴巴这里取一点点红色，下嘴唇子，涂的饱满一点。上面的嘴唇纸涂的薄一点，跟着线条轮廓。好，那看它嘴巴的一个轮廓就出来了。这边涂的太满，给它弱化一下，有点那种嘟嘟的嘟嘟唇。好，嘴巴部分，头发部分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用不同深浅的颜色取这个黑棕色啊。我现在呢，先把颜色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操作的时候会给大家看颜色的。可以先用水状浓度的这个颜色来将它的头发，整体的染一遍。好，染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用深一点的颜色，加深它里面的一些轮廓。这样子它头发看起来就会稍微的立体一些了。是不是头发的那种厚重感就出来了？好了，现在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图比例啊。我们先去画一个格子，一个长方形的格子。先把这个格子画出来，假装呢它是我们的夹片。好，这个格子画好之后，我们去把中线定出来。那竖向这里的中线定出来，把它称作为 C 号线中线，然后再把这边的一个线条给它定出来。我们去给它也是均等的分成3等份吧。分成3等份，分成3等份，1、2、
三等份，那线条给它画出来，用虚线。好，我们小人儿的区域的话，占下2份啊，下2份的区域。然后为了把边缘的位置留出来，我们还要去找出这个甲片上它的一个3/7线。3/7线在前面的基础课的构图课当中啊，有讲过3/7线在哪个位置。好，我就先去画出来。好，3/7线构出来了之后，那中间部分这里就是我们小人儿的脑袋部分了。中间这个小空格，那这4条线组成的中间区域，然后下方就是它的身体部分，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边界的位置了。然后在中间这个小空格里面，我们再去找它头部的一个构图。然后这个中间填这个位置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去画出它的脑袋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去画出它的一个身体。身体在这里，然后前方的话就不要画满身体的部分。然后我打算的话是在这个位置，或者可能会做一些蝴蝶结飘带之类的东西，然后一直延伸到上方去，一直延伸到上方去，形成一个蝴蝶结，大概的一个构图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周围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小花花的点缀。小花花、小野花的一个点缀，这是它的背景。好，大概的设计是这样子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去重点讲一下头部它的一个构图。好奇怪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头部的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怎么去构图。头部的轮廓，首先我们先来画一个4边。OK， 先画一个4边，把这个4边连起来，画一个圆，尽量的圆就可以了，不用说特别的圆。好，这个圆画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在中间去加一条线，在哪里去加一条线呢？在它一半的位置，好，一半的位置去加一个弧线。对，加一个往下的弧线。好，这个弧线的位置加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加中线的位置中线的位置再加一个往左边塞弧过来的弧线。好，一个弧线，这样看得出来，它整个这个圆儿是往45度角这个方向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下方。圆接下来的下方，给它画上小脸蛋儿。顺着这条线过去，画一个小脸蛋儿。OK， 就是画一个尖尖。这边直接过去，这是它的脸蛋儿的位置。这条线呢，就是它的眉毛、眼睛的位置。眉毛、眼睛。好，这边，眼睛，好，这边中间一半1/2的位置画上眼睛，可以带一点点。好，眉毛就画在上方。好，眉毛画好了之后，它的鼻子画在中间，画一个小 C 弧，然后在这条线，这个圆弧的下半边这条线这里是它的嘴巴。擦一下，这个鼻子这里沟沟太明显了。在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中线眼睑下方，眼睑下方这里画一个小 C 弧，它的鼻子。这里好，然后再画上它的嘴巴，嘴巴不超过这个圆弧的这条线两个嘴角往上，下面一个小 C 弧，嘴唇子画出来。OK， 下巴不要这么尖，圆一点点。好，它的一个脸型就出来了。脸型出来了之后，这里画上它的脖子，短一点点不用画太长，往内凹，画一个短短的脖子。
好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头型的一个区域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头型上面呢，去加上一些头发啊。它的头发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先画一个帽子，戴一个帽子，在这里画一个 C 弧，好，不要过头顶，C 弧啊。然后在 C 弧上面呢，再画一个半圆，这个半圆可以超出它头顶的这个位置，把它的头顶给它包住，戴的帽子嘛，好，帽子。好，戴的一个帽子，然后把刘海儿给它画出来，就顺着这个脸型旁边的 C 弧，好，去画上刘海儿。刘海儿是一个3/7分，往这边画 C 弧勾过去。耳朵的话，这条圆弧的这条线对上去的这个位置，好，这里画它的耳朵，画一个半圆。耳朵也不用，就是说一定要特意的去画出来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头发会给它遮盖住的。好，这里是头发，脑袋这里过来，头发。这个帽子还可以再高一点。好，C 弧，头发的这个宽度就是要超出它脸蛋儿的一个宽度。这个脸蛋儿这里的线条啊，眼睛这里稍微凹进去一点，好，凸出来，连接上下巴，好，脸型出来。那接着去画它的小花辫儿，小麻花辫儿。这个麻花辫儿会把它的脸蛋儿遮住一点。越往下，C 弧越小，跟这边是一样的。好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肩膀给它画出来，先画出一个小领带，哎，这边被头发遮住，稍画一个 C 弧在脖子这里，小圆脸。你把它的肩膀先给它画出来，C 弧下来之后，一个平缓的弧线，往下凹的一个弧线，过去之后，肩膀是一个圆弧下来，对，这里是个圆，好，肩膀先给它勾画出来，然后再画它的衣领，衣领的话比这条线超出一点，是一个小圆领，画上小纽扣，头发这里绑个蝴蝶结吧，哇，好田园。然后接下来在它的肩膀这里画一条带子，背背裤一样的那种带子。嘎吱窝，嘎吱窝。好，衣领下来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来一点小蓬蓬裙的那种，两侧L 线往外，把这个衣领做出蓬蓬的那种感觉。袖口这里，这下方应该是画不出来的，应该是会被遮住的。这边的蓬蓬裙，好，看一下。对，身上可以画一点小东西，然后这前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画上一些精致的小花花。如果说你还想给它画一个麻花辫儿的话，这里也可以画麻花辫儿。斜线，就是绑到头发后面的，翘起一个小呆毛。好，然后这个构图基本上就，有点歪了，过来。好，
这个构图基本上就完整的一个小女娃的一个构图，这是她的头部以及她的身体部分啊，头部以及身体部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到甲面上去，把这个构图放到甲面上去。这边呢打了一个白色的底，用白色的甲油胶做了一个纯色，没有磨甲片啊，不要看边缘的细节。然后我们上一层水彩磨砂封层打底。好，水彩磨砂封层整甲全涂。去照灯，照灯时间的话60秒。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去取这个黑棕、深棕色啊，取浅一点颜色，少取一点。好，用这个颜色在甲片上去定点。首先分成3份，好，分成了3份，找准37线的一个位置。好，37线。好，把这4边定好了之后，中间这个区域就是画头部的部分，然后在中间这个区域里面，我们去画一个圆儿。然后这个圆儿的话，不要挨拢了37线，也不要接上这根线啊，去画这样子一个圆儿。然后在这个圆儿的中间啊，画2个弧线，中线的位置，好，去画2个弧线，浅一点啊，浅浅的勾一下。往左去移，往左去这样扩张啊，然后中线横向中线的位置画一个往下凹的 C 弧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圆儿的旁边啊画一个 C 弧，圆圆的 C 弧下来，下巴圆一点，然后再接到这边来。好，然后它下巴位置画出来了，接下来就眼睛的位置去定，眼睛的位置，鼻子的位置，嘴巴的位置，然后眼睛的位置在这儿，好，鼻子的位置在下眼睑，就是这2条线中端的位置，中上一点的位置。好，嘴巴的位置在这儿，好，嘴巴的位置在这儿，再下来一点都可以。那就把它的脸蛋这里，下巴圆一点。OK， 五官的位置做好了之后，好，在它的头上，一般不要超过头顶的位置，画一个 C 弧过来。好，这边画一个 C 弧过来。这是它的帽子的宽度。头顶上画一个高一点的，高于它的头顶。帽子，好，帽子的部分，头发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打一个草稿。好，头发，那这边头发，绑结，麻花辫儿，耳朵的位置在这儿。好，然后脖子，好，肩膀，肩膀的话稍微超出它的帽子一点点，跟它的帽子差不多齐平就可以了。脖子口这里画一个 C 弧，这是它的领子。背带，蓬蓬袖，蓬蓬袖。好，
人物部分呢，就给它构好图了。接下来周围都是一些装饰部分啊，花花呀什么的。好，画到这一步之后，水彩去定完线之后，我们要用拉线笔和黑色彩绘胶。拉线笔和黑色彩绘胶拿去呢？我们用这个 S09啊，这个才是彩绘凝胶啊，彩色的。那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饱和度是完全不一样，我一看我就发现不对了。那你看一下，红色，我们加一点红色进去，好，再加一点点黄颜色进去。好，调和一下，调一个偏棕的颜色出来，就不是那种纯黑色啊，它是棕色的线条。这样子画出来的线条的话，不会太生硬，特别是在做一些可爱、唯美、浪漫的色彩的时候，线条太生硬的话，会降低它的唯美感。好，拉线笔，拉线笔取彩绘胶，这个是特细的啊，这个拉线笔特别的细。看一下，我是剪过的，我剪来中间只剩几根毛。好，用这个拉线笔，我们去画出小人儿的脸蛋儿部分。那这里眼睛部分线条稍微凹进去一点。跟着 C 弧轮廓下来。取胶的时候啊，拉线笔取胶的时候，为了不要有胶珠，我们这样滑行取胶，滚笔式这样转着笔滑行取胶，笔尖上不要带上太大的胶珠。好，耳朵部分，一个小 C 弧耳朵。刘海儿，哦不对，这个是他的头发。颜色线条颜色画的比较浅，绑一个蝴蝶结。
接下来看一下五官，看一下上半边，上眼绢，画一个小半圆。这个黑色的饱和度是被降低了的啊，因为我们在里面去加入了甲油胶红色和黄颜色，所以说这个黑色饱和度是被降低了的，然后颜色是没有那么深。好，眼珠这里的话去看前面纸上的笔记。好，眉毛这里会露一点出来。小鼻子。嘴巴这里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去添吧。等一下，因为下面的线条会有点影响，主要是大体的位置构好图就不怕了啊。我们先去把下面照灯，这里照灯。照完灯之后，这个线条的颜色刚刚是用焦化的颜色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用棉片加上酒精，把刚刚下面水彩的部分擦掉。擦干净。线条给它擦弱化了也不要紧啊，主线条留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样一个小人的一个线条就出来了。照灯之后，我们把嘴巴给它画上，先点个点儿，点个位，好，嘴角往上勾。好，嘴角往上勾，下方给它画一个 C 弧，嘴巴是笑着的。C 弧下面给它定个点儿，把嘴唇子的厚度定出来。好，嘴巴的位置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哪些地方需要补的，比如说这边的耳发。还有这边的上眼皮。小脸儿，胖嘟嘟、圆圆的小脸儿。小脖子。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好，再去照一下灯啊！照一下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水彩了。
接着我们开始上水彩的部分，纸巾准备好，控水。水彩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先用一个肤色，调一点点粉色进来，要不然这个肤色会有点偏黄。对，一个粉色，加上这边的肤色，调一个粉嘟嘟的颜色，肉粉色。取一点点。先将它的整个面部用肤色带一层。避开它的眼睛部分。上完了之后，将它中间的区域，它往边缘带，向边缘靠近头发根部啊，还有眼睛边缘啊这些地方可以深一点，但是面中的位置我们可以浅一点，颜色往边缘角落带过去。往边缘勾，脖子的边边。眼袋儿。然后眼珠子的颜色，看一下，眼珠子的颜色，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墨蓝色加棕色，画出眼珠。上半边挨着上眼睑的位置加深，颜色往上眼睑推，靠近下眼睑的地方，眼珠颜色浅一点。然后去把它的头发颜色画出来吧。头发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用焦棕色，这个深棕，可以再调一点焦糖棕，也就是这个红棕，焦糖棕混合一下。好，先用浅色把它的整体给它盖一盖。超出的地方擦掉。水彩它会不沾甲油胶的啊，水彩是不清甲油胶的。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给它叠一层上去，就是用浓一点的饱和度颜色的这个颜色给它叠一层上去，靠近眼睛部分、脸蛋儿部分这种角落里面给它加深。这一块这一片，因为有帽子，所以说这一片也要加深，就是要把帽子的阴影做出来。靠近脸蛋儿周围的都可以加深。
所有带线条的地方轮廓都给它加一点哦。靠近脖子这个区域，还有头发的轮廓线。细节处我们再用深一点的颜色，刚刚用的是焦糖棕和这个深棕色，像我们用黑棕，就黑色多一点，棕色再少一点，黑棕。再一次去加深阴影区域，也就是帽檐的这里面。靠近面部的地方。